管家，你确定医生就住在这里吗？是的，夫人。根据调查信息显示，医生樊乘客就住在这里。医生怎么可能住这种破地方？哎，也罢，只要能治好燕州的病就行。走吧。你们谁是医生樊乘客呀？我是这里的温医生，二位是来看病的。听闻这里的医神医术高超，有起死回生的能力，我想求求您救救我儿子。把我哥抬进来。是他。糖糖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。阿周，我今天有事儿，得提前走了。注意安全。周哥，你说这温糖糖是温家的废柴大小姐，你难道真的要跟她结婚？是啊，周哥，你家可是江城首富啊！这温糖糖本来就是小门小户出身，总不能因为救过你，就真的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就算你能同意，你妈能同意吗？想什么呢？玩玩。哎呀，还是咱周哥活得通透，咱周哥可谓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呐。这个人我不救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我们季家可是江城首富，我们还没嫌弃你的小破诊所呢，你倒摆起架子来，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季家吗？江城的首富，这谁不知道？我好怕哟！你们笑什么？让你一个黄毛丫头来给我们季家的大少爷治病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要是得罪了我们季家，你就不怕你这个小诊所开不下去吗？你们季家可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是啊，居然还说让温医生的医馆开不下去，这可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大的笑话。我们是来治病的，不是来找茬的。是。季夫人，你可真是养了一条听话的好狗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们季家一只手就能碾死你。我倒是想看看这位首富季小姐如何一只手碾死我们温医生。你住口！温医生，我女儿清河被我惯坏了，如果有哪里冒犯到您的地方，也请您原谅。只要您能救活我儿子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不需要。只要你能救活我儿子，我许你季氏1半的股份，外加3个条件。我不稀罕。你们请回。温医生，您当医生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？您不救我儿子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我温糖糖治病救人，遵循的第1条规则就是只救善人，不救恶人，更不救道德品性败坏之人。季夫人，请回吧。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们家少爷心性善良，怎么会是你口中的那个道德败坏之人？哦，我知道，你这个女人就是想要我们季家更多的报酬。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！我，你敢打我？不得无礼！季夫人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5年前，我救过一个身负重伤的男人，我用了1年的时间给他调理身体。当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他跟我表白，说一辈子会对我好。确实，他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。我原本以为会一直那么幸福下去，可老天却给了我一记耳光，把我再次打入深渊。原本我所苦心经营的感情，不过是别人无聊的玩玩而已。从那以后，我便悉心学习医术，从此立下毒誓，只救善人，而恶人自有天收。我们只知道温医生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医学10大难题，却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人生经历。是啊，离开这么一个渣男挺好，医学界升起了温医生这颗冉冉的新星，是我们华国的荣幸。温医生，你说的那个负心男人，不会就是我儿子季彦舟吧？季夫人猜出来了呀。温医生，我没有想到我儿子
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替我的儿子向你道歉，但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妈，你别听他一面之词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。我哥这么好的人，一定是你治不好他，故意抹黑，你要不要脸啊？静和，是我们有愧于温医生在先，温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。妈，我说了，我不救。他当然不会救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医神，他根本就不是凡尘客。据我了解，医神现在正在海外度假，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什么？他不是医神？妈，我就说这个女人是骗子吧。凡尘客这个名字，一听就是个老头子呀。这个女人看样子也就20多岁，肯定是假的。而且锦堂医院的李主任说了，她是冒牌货，这下你总信了吧？他是锦堂医院的。对啊，夫人，就连锦堂医院的李主任都说了他是假，他肯定真不了。我刚刚查过了，他只不过是温家的一个不受宠的废柴大小姐，反倒是温家的二小姐有几分医学的天赋，年仅21岁就进入了锦堂医院，成为了实习生。是啊，温家的二小姐温楚宁，我倒是有几分印象，天资不错。而这个温大小姐，听说大学还没念完，现在落魄到城中村当了个医生。一个连大学都没念完的人，还想沾惹我哥哥？我看他是想攀附权贵，想疯了。温医生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还骗我说你是医神，还让我给你下跪。你耽误了我儿子的病情，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？难怪温医生不肯救，像你们家这样的也配。对，用到温医生的时候便下跪相求，用不到了就立刻翻脸。就你们这样的人，那不等于救了一条咬农夫的蛇呀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看吧，季夫人，你果然和你儿子一样，都是虚伪和恶心。不管我今天是医神也好，不是医神也罢，但你们的人我不救，请你们离开。都把你拆穿了，还在这招摇撞骗，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呀！医神凡尘客，医术超高，能有起死回生之术。你区一个黄毛丫头，可能连草药都认不齐吧？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的孩子快不行了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！你别这样，快起来，让我来看看孩子的情况，快！这个温糖糖根本就不懂医术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真正懂医术的是我们锦堂医院的李主任。这位妈妈，他是个骗子，不要相信他。可孩子二姑不是说这家诊所的医术高明吗？难道我找错地方了吗？你是锦堂医院的？对，我就是锦堂医院的主任医师。好，这个孩子交给你了，让我来看看你的水平。温医生让你来救治，是你的荣幸，你好好把握呀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根本就不懂医术，现在理直气壮的让李主任来救人，也不知道哪找来的3个演员，还好意思说是李主任的荣幸。小丫头，能救就救，救不了就躲开，我们是不会瞧不起你的，但是做人要诚实。今天就叫你看看锦堂医院的实力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。面色苍白，口唇青紫，这是厥阴闭窍之症。那怎么办啊，医生？我之前带孩子去医院，医生说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，我怕如果要是太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绝对叫你儿子生龙活虎。小丫头，叫你见见什么是真正的医术。你随意。
主任有2把刷子，但刷子上没毛啊，能看出孩子是绝晕闭窍之症，却看不出是因为医生乱用药导致孩子药物中毒。当务之急是要先解毒。这个施针手法笨手笨脚，居然还打着锦堂医院的名号，到处丢人现。哟，被我们李主任的高超医术吓到了吧？也是，假的就是假的，赶紧偷学2招，免得到时候被拆穿，多尴尬。不愧是锦堂医院的李主任，如此精妙的针法，一定能把孩子完好无缺的救回来。温医生，您是看出有什么问题了吗？潘中和神门的施针顺序错了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他竟然用强制性的手段，直接刺入孩子的人中穴，强行开窍醒脑。这要是稍有不慎，这孩子会直接丧命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李主任的医术比你的精湛。看李主任把孩子救活之后，你还怎么嘴硬？3秒后，孩子必然会醒。真的，谢谢李主任，谢谢李主任。李主任果然是医术高明，不像有些人明明没有医术，还故作高深的不救人。3、2、1。小宝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妈妈！医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还用说吗？刚才温医生都说了，他扎错了顺序，强行刺激孩子醒来，现在孩子肯定是出现问题。你个庸医，我的孩子要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一定不放过你！不可能啊，这明明是厥阴闭窍之症，怎么会看错呢？这不可能啊！李主任，这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脉象已乱，我无力回天，只能准备后事。小宝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离开妈妈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个庸医，我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孩子偿命！谁说孩子不能救了？医生，魏医生，你是不是能救他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只要能把他救活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好了好了，李主任的技术都无计可施，你一个不懂医术的，瞎凑什么热闹？小姐说的对，我看啊，温堂那就是过来捣乱的。李主任可是全球顶尖的锦堂医院的主任医师，连他都没有办法。你一个连毛都没有长齐的小丫头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谁要敢拦住魏医生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命！哎呀，你这个人，我都说救不了了，就算医神樊晨客来，他也救不了。你快放弃吧。哦，是吗？你把他收起来，我能帮你救回你的孩子。你这孩子确实有厥阴闭窍之症，但是由于无良医生给开的药，让孩子药物中毒，而你的针法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导致孩子体内的毒素快速扩散到四肢。瞧瞧，怪不得连夫人都相信了，说的头头是道。要不是我提前知道他是假冒神医的骗子，我还真就信了。我是个医生，他中毒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那是你们见识短浅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？我看你要是不能把这孩子救回来，一会儿怎么跟他家人解释？你要干什么？温医生，这行吗？我儿子该不会有危险吧？你就放心吧，孩子在温医生手里，命是丢不了的。小宝，你没事吧？他根本就不会欲虫吸毒，再这样下去，真的会闹出人命的。温医生，
拦住他！我相信温医生，他是在救我的儿子，你们谁都不能动他。有我们在，我看谁敢动我们医生。对，我看谁敢动。住手，退下！是。妈，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他折磨小孩吗？温医生既然说他有办法，那我看他是有把握的。你安静看着就好。可是，刚刚这温堂堂说的有模有样，莫非他真的有几分本事？这个孩子已经病入膏肓，若是他能救活，哪怕他不是医神范丞克，我相信他应该能救我儿燕州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学医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。你没见过的多着呢，还真是少见多怪。运用气功将金针悬浮起来，还能精准地扎入穴位。连李主任都如此震惊，这个温堂堂或许真的有几分本事。这孩子都危在旦夕了，他还在表演什么杂技啊？住口！这是华国的气功，将气渡于物体上，便可将物体悬浮起来。能运用此功的人少之又少，更别说用起时针了。好恶心啊！好了，妈妈，这针救活了。这针法怎么那么熟悉？孙副院长，您用的什么针法？只用了7针就治好了这复杂的病症。这是咱院长教我的七玄针法，不过我只学到了皮毛。真正的七玄针法需要运用气功与针灸配合同时使用，这样效果才会大大增加。七玄针法，这是七玄针法。你是我们院长啊？他是锦堂医院的院长。在这世上，能用黑虫和七玄针法的，只有我们院长。院长啊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，院长！真的是院长，如果不是李主任说，我打死都不会相信的。温医生年纪轻轻，就是锦堂医院的院长了。妈，他是锦堂医院的院长，那我哥有救了。行了，收。谢谢温医生，谢谢。没事，不用谢。这孩子的伤还没有痊愈，这服药1天服用1次，7日后便可痊愈。谢谢医生。院长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。嘿嘿嘿嘿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怎么那么聒噪啊？既然你那么闲，那我就得让孙大好好给你安排点事儿干，省得你整天打着我们锦堂医院的名声，在外面给我丢人现眼。有这功夫呀，不如好好的精进一下你的医术。院长，我错了。温院长，能不能不计前嫌，救救我儿子？季夫人，我是什么牌子的大冤种？我凭什么要救？就是，像你儿子这种人，不救也罢。现在，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诊所。你作为医生不救人，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受苦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就是，明明有能力救我家少爷，却见死不救。你身为锦堂医院的医生，就不怕传出去影响锦堂医院的声誉吗？我又没有在锦堂医院挂牌行医，我是我，锦堂医院是锦堂医院。你们想要道德绑架，也得搞清楚情况，不是？哎，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温院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就燕州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！一个辜负真心感情的人，我为什么要救？听闻季夫人有门第之见，我为了配得上她，我一个18岁的小姑娘，每天废寝忘食的去研究医术，就是为了给商界的各种名流治病，去积攒人脉，消除你们季家的门第之计。可到头来，从始至终，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个感情认真。原来你们季家少爷是这样的人，敢欺负我们院长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院长，我支持你，不救人。对，为救这么一个人，难道让他反有一口不成？辜负真心的人，
就算推1万根针，也不可原谅。对，我们支持温医生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温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知道燕州他为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吗？他变成什么样子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有关系，那也是他活该。温医生，燕州是直到失去你了，他才知道他早已经爱上了你。他每天全世界的到处找你，直到把自己累倒了，他才病得起不来了。我看呀，你是求着温医生治你儿子的病编出来的鬼话吧？是真是假？让燕州亲口告诉你了。好，我可以救。真的吗？不过我有2个要求。好，你说。第一，你们季家每年给我分10%的分红，成立一个专项基金，做公益事业。好，我答应。喂，通知下去，季氏集团以后每年分红的10%用作公益基金，专项用于资助贫困儿童。今日江城首富季氏集团预计每年耗资10亿，成立一支资助贫困儿童的专项公益基金。第一个条件我答应了，那第2个呢？第2个要求，我要你们给我寻一味药材。好，我派人去找。千年人参。千年人参，市面上100年人参都很罕见，你一张嘴要千年人参，我看你就是不想救我哥。你才知道我不想救你哥呀，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。你这个坏女人！妈，我们上哪儿给他找千年人参啊？这就把你难住了。这千年人参你找不到，是你们没本事，并不是市面上没有。还江城首富呢，赶紧收拾滚蛋吧！既然这样，你们不救的话，那就请回吧。慢着！坐我的私人飞机去保险柜去取来，要快。妈，千年人参我拿到了，现在可以救我哥了吧？可以。哎，这人参可是有市无价的宝贝，你就这么随意糟蹋了？季大小姐既然那么珍惜你的千年人参，那要不然你拿回去吧。清河，救你哥的命要紧。我去，院长，你太牛叉了，就随便摇2下，药材就变成沫了。喝了它。你怎么知道我渴了？太贴心了。院长，大功告成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给我哥吃带口水的药丸，你恶不恶心啊？这口水在中医上被称为津液，又为金姜玉理。季主任，这人你是救还是不救啊？救，只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就这个，你们爱救不救。津液不仅能够中和药物的刺激性，还能够养肺脏和气血，甚至有人花钱去买呢。清河，你让开，让温医生给你哥治病。妈，你确定他没有在耍我们吗？儿子，哥，你怎么了？温医生，我儿子怎么吐血了？我只是让他吐出了体内的淤血。都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我哥在你手里，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温医生，我儿子什么时候能醒啊？快的话，待会儿就醒了；慢的话，3天后吧。3天？那我哥要是没醒，你会不会卷铺盖跑路啊？妈，妹妹，儿
你醒了，哥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跟妈都要吓死了。没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是哪儿？我记得我明明在去 M 国的飞机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过度劳累，身体累垮了，是温医生救了你。温医生。你醒了？你醒啦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尝尝我新做的菜。建州，你别跑！糖糖，糖糖，糖糖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？你为什么不告而别？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糖糖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说清楚好不好？那天在饭店，我都听到你跟你兄弟说的了。你说跟我只是玩玩而已。糖糖，那是个误会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听任何解释，现在我早就已经放下了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季夫人答应我的报酬也付了，那就带着你们季家人走吧。糖糖，我承认我之前是混蛋，在你走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四处打听你的消息，我就是想再见你一面。温医生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哥疯了似的找你，他其实是很喜欢你的。迟来的深情谁稀罕？温医生年轻又优秀，只要他想，追他的人可以从这里排到 M。对，迟来的深情啊，比狗贱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辜负你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明天我就要订婚了。你要订婚了？你是开玩笑的对不对？你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啊，糖糖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明天星辰酒店，我会和我的未婚夫订婚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。温医生，你之前那么努力学习医术，不就是为了能和我哥结婚吗？现在我们季家同意了，你可以重新和他在一起了。你说的那是19岁的温糖糖。当我知道我们的感情掺了假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也不可能了。我现在不想和你们季家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现在，我的未婚夫对我很好，我们以后会结婚，会生孩子，还会一起白头到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温糖糖，我们季家可是江城首富，我们都没有嫌弃你们温家小门小户，已经做出很大让步了。你未婚夫再优秀，能有我哥优秀吗？我哥可是未来季家的继承人。你闭嘴！哥，我是在帮你说话，你竟然……你哥的事你就别掺和。可是妈，糖糖，我妹妹她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想和你们家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就带着你们季家人离开这里。我这儿庙小，容不下你们几尊大佛。好，我走。星辰酒店对吧？我会盛装出席你的订婚宴，见证你的幸福。温医生，我们家燕州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人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温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温医生，这季家少爷应该是真心悔过了，而且我看你这样子也并非不在乎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那已经伤过温医生一次了，难保不会伤第二次呀。我不是看温医生不好受吗？哎，你怎么老跟我呛声？好啦，放心吧，
伤害过我的人就像是一根刺，再痛我也会把它拔掉。对，温医生说的对。温医生，我们支持你的决定。好啦，我就说你们一个个的行业大佬，整天待在我这个小诊所干嘛呀？快去忙吧啊！你怎么还不走？院长，听说你明天订婚，我能不能参加呀？行吧，那你明天可得穿得朴素一点，我不想让外人知道我的身份。啊，行，放心，我走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温家的大小姐了，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？有屁就放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跟妈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，你可太伤人心了。你别装了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你演给谁看呢？你还真是跟你那早死的妈一样假清高。你妈要是知道在她死后你被温家赶出了家门，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，你猜她会怎么想的？宁宁，就算这是事实，你也得给你姐姐留点面子。妈，是她自己不争气，连大学都没读完就跑到这种地方来自甘堕落，哪像我呀？就是，还是我家宁宁最优秀。现在外界都在说，宁宁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医学少女，才21岁就进了全球最顶尖的锦堂医院。21岁，进入锦堂医院工作，然后呢？锦堂医院可是全球排名第1的医院，多少医术高超的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算了，宁宁，一个连大学都没读完的你，她哪里会知道什么是锦堂医院呢？就是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这种人去锦堂扫厕所，人家都不要。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没空听你们在这儿学狗叫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骂谁是狗呢？谁叫谁就是狗啦！你别以为你嘴上占到了便宜，爸已经准备让我当温家的继承人了。你妈辛苦创下的温家医馆，以后就是我的啦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爸已经内定宁宁为我们家的温氏继承人。温家医馆是我妈陪着她一起创业创下来的，一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三，一个是小三生的女儿。你们有什么资格来继承我妈的资产？姐姐，这能怪谁呢？估计这只能怪你妈死得早，怪你自己没本事喽。凭本事是吗？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咱们21岁的天才医学少女又有多大的本事呢！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个小贱人，竟然打我家宁宁！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和我妈！我今天非要撕了你！宁宁，你没事吧？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没空陪你们玩。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！我躺他了！你不会真的以为江池哥哥喜欢你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他根本就不会和你订婚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就让他当面跟我说。气死我了！明天订婚宴，不要你好看。姐，孙副院长，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人。谁呀？咱们院长。真的？咱们院长是不是温家大小姐？哼，还真让你瞎冒泡的死耗子了。他明天订婚宴，有请我去呢。你说什么？邀请他，没邀请我。地点在哪儿？星辰酒店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我是不是忘了说什么了？算了。都邀请他了，我没有理由不参加呀。
喂，给我备一份丰厚的贺礼，我要风风光光的参加院长的订婚宴。兖州啊，我们多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？今天陪你好好散散心啊。温堂堂就是个贱人，温堂堂，他竟然敢打我和我妈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放心吧，宁宁，温堂堂嚣张不了多久。等明天订婚宴，我就帮你报仇。怎么了，哥？他还以为明天的订婚宴是为他准备的呢。其实是为我们两个准备的。到时候啊，我就在大家面前甩了他，然后和你订婚。被未婚夫当场退婚，这么大的丑闻，我就不信温堂堂还能在江城混下去。我妈今天跟我说，明天的订婚宴，她就会让我爸当场宣布我就是温家医馆继承人的消息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彻底把温堂堂赶出温家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简直是三喜临门。我们家宁宁马上要成为温家的继承人，然后和我订婚，又刚好能把温堂堂那个贱人给赶出去，这真的值得庆祝。都录下来了吧？兖州啊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。我也觉得，明天堂堂注定订不了婚了。哥，你明天要去抢婚啊？太好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。好啦好啦，你哥刚大病初愈，别折腾他了。妈，我想以整个季家为凭，明天去星辰酒店抢婚。好，妈支持你。董事长，刚得到消息，锦堂医院的孙副院长正在连夜背后里，听说是要参加锦堂医院院长的订婚宴。看来这位从不露面的院长，这次要出现了。什么？医神这次不打算藏马甲了？背后里，明天就去星辰酒店给医神添妆。医神？难道锦堂医院的院长是传说中的医神？是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喂，童总，您之前让我暗中观察环球地产的杨总，刚刚有了新动作。说，杨总现在让助理连夜置办厚礼，好像是明天打算去星辰酒店给医神的订婚宴添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这老东西居然偷偷背着我去参加医神的订婚宴。不行，准备厚礼，一定要在他准备的基础上再提升2个档次。明天我也要去参加医神的订婚宴，为他添妆。消息传播的这么快，看来明天全江城的达官贵人都去参加医神的订婚宴，把我的厚礼增加3倍，我周某可不能落后于人。出发！恭喜江夫人了，今天啊，总算是把孩子的终身大事给定下来了。来来来，谢谢啊，里边请。哇，江夫人，你们家这么大手笔啊！这以后温大小姐嫁到你们家真是有福了。哎呦，哪里哪里，这进了我家这门啊，就是一家人了，这不能亏待我以后的儿媳妇儿啊！哼，一个不受宠的丫头，随便意思意思就行了，真不知道哈齿为什么非要准备这么多彩礼。这温家大小姐未来能有你这么好的婆婆，可真是享福的命呀！哎，但是我怎么没看到温大小姐的嫁妆？这便是我的嫁妆。这就是嫁妆。这温家大小姐怕不是来开玩笑的吧？难道温家没给她准备嫁妆？你们不用猜了，这就是我的嫁妆。温堂堂，我们家准备这么多的彩礼，
你就拿个破瓷瓶当嫁妆。我的瓷瓶是不值钱，但这里面的丹药可是价值上亿的存在。你确定我的嫁妆寒碜？我听说呀，这温大小姐连大学都没毕业，怎么可能拿得出价值上亿的丹药？怕不是撒谎成精了？怪不得这么不受温家人待见。可不是嘛，在场这么多宾客，都是温家的朋友，这温家大小姐的朋友可是一个人都没来啊，可见啊，她人品太差。温大小姐，哎呀，真漂亮，太有气质了。这是锦堂医院的李主任。不行，院长说过要低调。李主任，李主任，我呀，今天就是参加温大小姐的订婚宴。李明浅，我就说嘛，李主任怎么可能穿成这样就来参加宴会了？也不知道哪来的农民工，跑来蹭饭来了。够了，温堂堂，这是我儿子的订婚宴，不是菜市场。什么阿猫阿狗，都给我往里带。江伯母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不是什么阿猫阿狗。果然什么人和什么人交朋友。哼，一个连学都念不完的人，果然只是和这种农民工交朋友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江伯母，你的文化水平那么高，难不成你的老师都没有教过你职业不分贵贱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个农民工，而不是你惹不起的人？我惹不起，我碾死他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温堂堂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让这么一个人来参加今天的宴会，这婚呢就别定了。妈，这婚必须定。儿子，这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这么偏袒这个女人呢？今天咱们家准备这么多彩礼，邀请这么多亲朋，他拿一个破瓷瓶糊弄咱们是嫁妆，还带着个农民工来参加宴会，这不是诚心寒碜咱们吗？妈，放心好了，丢脸的人还不一定是谁呢。今天啊，除了我和糖糖订婚之外，还有件大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啊？这温家要宣布温家医馆继承人。温堂堂要继承温家医馆了，这温家医馆如今在江城也是如日中天，要是有温家助力呀，咱们的公司可就更上一层楼了。算了，今天呀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走。虽然这温堂堂是差了点，可是啊，他要是能继承温家医馆，也算有点用处。妈，其实今天温伯父要宣布的继承人不是温堂堂，而是他的二女儿温楚宁。你说什么？继承人不是温堂堂，而是温家二小姐？这楚宁啊，年仅21岁就进入了锦堂医院工作，从小啊就医学天赋异于常人，被外界称为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医学少女，这前途无量啊！这温家选她作为继承人，也是无可厚非的事。那咱们娶这个废柴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妈，你听我说完。今天我订婚的对象不是温堂堂，就是这个温家二小姐。不是温堂堂，那温家能同意？妈，你就放心好了。现在啊，温楚宁是温伯父最疼爱的女儿，对她是有求必应的。而且啊，她现在可是对我死心塌地的很呢。我儿子就是厉害。这要是娶了温楚宁啊，这温家医馆就是咱们江家的，挣来的荣誉就是咱们江家的荣誉，说不定啊，咱们江家以后也成了江城首富了。妈，放心吧。温家家主到！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伯父、伯母，宁宁，好，楼上有事耽误了一下，所以有点迟了啊。哎，糖糖呢？糖糖人呢？我看你们一家人挺相亲相爱的，
就没好意思打扰。你这个孽女在那胡说什么呢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虽然你没有医学天赋，甚至都没有上过大学，但你只要愿意的话，温家是可以一直养着你的。你看看宁多懂事，你再看看你，刚才呀还带了个农民工进来，说是他朋友，真是丢死人。李主任，他才不是锦堂医院的李主任，就是一个长得像李主任的农民工而已。原来是我认错了，我就说嘛，姐姐怎么可能会认识锦堂医院的李主任？江伯母，您刚刚说他是农民工是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参加我们两家的订婚宴呢？实在是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。这个温楚宁之前看着还像一个天赋不错的孩子，本来还打算调到手底下来好好培养，没想到居然是这种尖酸刻薄的小人。一个农民工也配参加我们温家和江家的订婚宴？你这是存心要让我们两家难堪是吧？爸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当年要不是我妈，你恐怕连农民工都不如吧？哟，不对，要是没有我妈的话，恐怕你早就饿死。对，温大小姐说的太对，都说温家家主是白手起家，要是没有温大小姐母亲，恐怕没有现在的地位吧，甚至还不如我这个农民工呢。你们，爸，你别生气啊，姐姐她从小什么都不会，又没有读完大学，想来也是没有几个朋友的。今天也算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姐姐能请来一个农民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啊，老公，这堂堂不比宁宁。宁宁从小就优秀，年纪轻轻的，她就进入了别人削尖脑袋都挤不进去的锦堂医院，交往的朋友那也是对温家有利的。而糖糖，咱们就让她健康快乐就好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阿姨和你妹妹多善解人意呀！你们温家是真稀奇，握把榆木当珍珠，抱着个铁疙瘩当金砖。要不说温家医馆发展不起来呢。你妈谁是铁疙瘩呢？怎么着，还不都说实话了？岂有此理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有被我们院长护着的一天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有机会，我得到孙副院长面前去好好显摆显摆。姐姐，难道你要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跟爸作对吗？爸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他你惹不起。一个农民工，我还惹不起了？爸，我看你还真是忘本啊！就算他今天真的是农民工，那20年前您不是吗？你又比他高出来多少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今天是诚心要把你老子给气死不成啊！这个农民工也不跟温家家主比，就算给他40年，也到不了温家家主如今的成就。就是温家家主把温家医馆做到今天这个成就，又岂是一个小小农民工可以比？老公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跟他计较个什么劲儿啊？你气坏身体怎么办？你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，咱先把正事给办了。啊！差点被这个不孝女给气糊涂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在今天宴会开始之前，我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宣布。什么喜事？可真热闹！能有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之前没听说过呀。这温家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也要小心点。他们家2个女儿不是很好吗？这该分给谁啊？温堂的今天可是叫我大名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温某当年白手起家，创立了温家医馆，这一晃眼20多年了。今天呢，我想借温家女儿订婚的日子，向大家宣布，温家医馆下届继承人。什么？温家家主要宣布继承人？难道要宣布温糖糖成为继承人？今天不仅要和江家少爷订婚，还要宣布他成为温家医馆继承人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温家大小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这温家还算识趣，只要继承人是我们院长，那就等着迎接泼天的富贵吧。到时候凭借院长的本事，肯定能直接带领温家
走出华国。我宣布，温家医馆下一任的继承人是温楚宁。什么？什么？天哪！继承人竟然不是温家大小姐，而是温楚宁。我听说啊，这温家医馆是温家家主和温家的原配夫人共同打拼的，但是继承人却给了后妈的女儿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凭什么？是啊，温家家主，你把继承人传给温家二小姐，你得给个理由吧？凭什么？当然就凭我比温糖糖优秀啊！我3岁开始学医，10岁便能给人诊病，12岁起就被大家称为天才医学少女，年仅21岁就进入锦堂医院。这温家继承人的位置不给我，难道要给这个废物啊？刚才你还姐姐长姐姐短的，这才刚宣布你继承人的身份，这就装不下去了？糖糖啊，你爸这也是为了温家着想，你既不会医术，又不会管理，这要是让你接手了温家的医馆，那不是毁了你爸这些年的心血吗？是啊，这么多年你为温家做过什么？除了给温家丢脸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当这个继承人？也对，这温二小姐啊，年纪轻轻就医术赶超医学大家，确实更适合当温家的继承人。这温家要是落到温大小姐手里，这温家家主奋斗这么多年的家业，怕是要毁于一旦了。爸，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起家的吗？这都过了多少年了，提这个干嘛呢？当年你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我妈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要嫁给你，陪着你从一个连药材都不认识的小混混，一步一步拼出了温家医馆，让你当上了温家家主。可你呢？我从小你对我不管不问，把家里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了我这个妹妹，你何时细心栽培过我？还有多久？哥，你别着急，还有15分钟呢。我妈去世后，你立马让这个小三和她生的女儿住进了家里，任由他们欺负。如今还想让小三的女儿来继承我妈的家业。这温家大小姐也太惨了，自己父亲母亲共同打拼出来的事业，结果被一个小三的女儿继承了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可不是嘛！大家都别听她的，她一个连医术都不会的温家废柴，怎么能继承温家医馆？那如果我要是会医术呢？不可能，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个废物，你怎么可能会医术？爸，我对你宣布的继承人表示不服，我申请和温楚宁进行比试。哼，你要和我比试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。就算你真会点医术又怎么样？废物，终究是废物。是啊，糖糖，你就算是懂点医术，你也比不了宁宁。宁宁从小就很聪明，你呀还是安心在家享福就行了。这料理家业的担子，还是交给有能力的人比较好。你一天天胡闹什么呀？你妹妹优秀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。你一天到晚的胡闹，一个大学都没上完的人，整天就知道给家里丢脸，还学别人来继承家业了。你是要把你老子那的家业都给败光，你才甘心吗？爸，我只不过就是想和妹妹比试一场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今天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就证明你让小三的女儿继承家业是私心。什么小三？温糖糖，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我是你爸合法的妻子。你是要气死我，你才甘心吧？爸，您可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我可希望您长命百岁呀。不过我不会白比，若是我输了，我愿意放弃温家医馆继承人的资格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别反悔啊！好，我同意和你比试，不过你要是输了，还要滚出家门，从此跟温家再无关系。你敢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比赛讲究的是一个公平，若是你输了，你除了放弃继承人的位置，还要带上你妈去我妈的坟头磕上1万个响头认罪。你有这个胆子比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还不信了，你真会什么医术？老公，你还是答应吧。这要是你不答应糖糖的话，万一传出一些对温家不好的消息怎么办？好，
我就答应你们的比试，用医术来竞争温家继承人的位置。妈，你看吧，这就是你放弃所有也要追随的男人。既然他要偏袒小三和他们的私生女，那我就要把你赋予他的一切全部收回。怎么回事啊？少爷，前方道路施工，需要绕路。那还不赶紧的呀，别耽误我哥抢婚。是。我宣布，温氏继承人医术比试正式开始。比试分为2场，第1场喝完变药，第2场临床诊治。下面先进行第1场喝完变药。来人，上药丸。这药丸由多味药材制成，你们需用笔写下你们所变的药材，谁准确性高谁胜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3岁起就开始辨别药丸，这我要是赢了，不就成欺负你了？是啊，温糖糖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放弃吧，你压根就不是宁宁的对手，别到时候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还别说，你们俩还挺般配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变药开始。这药这温大小姐不是个废柴吗？怎么和温二小姐同时打完？姐姐，你答这么快，该不会是瞎写的吧？是啊，温糖糖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温家的废柴，怎么可能懂得变什么药材？我看啊，你还是趁早认输，然后给宁宁好好的磕头认错，说不定就不会被逐出温家了。是啊，姐姐，你要是现在跟我道个歉，然后好好认个错，说不定我就原谅你了。我说你们2个能不能别净整这些没用的呀？快公布答案吧。好的，现在先公布温家2小姐的答案。当归、五味子、杏仁、党参、天麻、丁香、白术、肉桂。错了，共8味药材。温家2小姐答对7味，错了1味。不愧是我的女儿，真厉害。哎呀，宁宁当真是我温家的骄傲啊！这药丸呢，是根据医神凡尘客治疗哮喘的方子配制而出，各种药材掺杂在一起，普通人能变出3味已是了不起了，宁宁变出了7味啊！哇，这温家2小姐也太厉害了吧！怪不得被称为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医学少女。这一下，温大小姐可就危险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温家大小姐呀，怕不是真要被赶出温家喽。看到了吗，温糖糖，宁宁就是这么厉害，你压根就不是她的对手，别到时候被逐出温家，然后像条哈巴狗一样在这地上还死活赖着不走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臭！哪儿臭了？当然是你的嘴臭了。温糖糖，你敢耍我？别浪费时间了，裁判，快公布答案吧。现在宣布温家大小姐的答案。姐姐，该不会是你的答案太过离谱，把裁判都吓到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他就是瞎写，他要是能认出3味药材，我就倒立吃。对了，全对了，温家大小姐全部答对。什么？他不过就是个废柴，怎么可能真的辨认出8味药材？当归、五味子、杏仁、党参、天麻、丁香、白术、厚朴，竟然全对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肯定是作弊了，对，他肯定是作弊了！啊，真的全对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爸妈，温糖糖他肯定作弊了，他一个从小连药材都认不全的人，怎么可能变得医神凡尘客药方里的全部药材啊？妹妹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你既然说我作弊了，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呀！再说了，谁说我从小就不认识药材了？说不定我比你更有天赋呢，天才少女。温糖糖，你闭嘴！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我不过就是答对了几味药材，赢了你一局嘛。你这么气急败坏，
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你以前维持的好形象不要了？够了，糖糖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你是不是作弊了？爸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既然你说我作弊了，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吧。怎么能不算是一种作弊呢？这药方都是我自己写的，这不是闭着眼睛随便拿，他们又找不到我作弊的证据。那你8种药材磨制成粉之后，先放入杏仁和丁香，等温度达到80度以后，再放入白术、天麻、当归，过10分钟以后，再放入厚朴和党参，最后再加入五味子，趁热磨成药丸。爸，你说我说的可对？这不可能啊！他怎么能知道制药的过程？还有多久到仙尘酒店啊？能不能快点啊？看把我都给急的。小姐，还有10分钟。听到了吧？还有10分钟，温医生又跑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是怕他们欺负他。这温糖糖说的是药丸的制作过程。看了这下子，还真被他蒙对了。不过这药材还欠点火候。8种药材磨制成粉之后，先放入杏仁和丁香，可以都先预热一遍。等锅里的温度达到50度以后，再放入白术、天麻、当归，过7分钟之后，再放入厚朴和党参，最后再加入五味子，这样火候就对了。我的乖乖，不愧是院长，医神的药方子都能改。你不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碰巧看到我医神的药方子，所以你今天才能蒙对答案。医神樊晨客的医术在这个世界上，若是称第2，就没人敢称第1。你竟然敢质疑他！哟，这是搁着一会儿夸我，一会儿骂我。这温糖糖看起来似乎也不是那么废柴，万一他真的赢了比试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浩俊，好了，直接进入下一场比试。接下来我会给你们2人分别安排一名病人，你们需要诊断出病人的病症，并进行治疗。温糖糖，刚刚是你运气好，不过这之后，你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比试开始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我感觉浑身提不起力气。医生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一定会没事儿。这是重点。温糖糖，愣着在干什么？没看到宁宁已经在救治病人了，你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该不会是……不会吧？是啊，糖糖，你这要是不会，别硬来，别到时候把病人治出问题来，就不好交差了。你相信我吗？温糖糖，就看你把病人治死了，该怎么收场。温糖糖，你干什么？不会是可以放弃？干嘛要伤害病人呢？是啊，糖糖，治不好病人不丢人，你这是要传出去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杀人了呢。你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治好了。不愧是我最看重的女儿，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治好了病人。你说说，这个病人得了什么病啊？病人是由外风寒引起的头身疼痛、脉象浮肿，我用针灸的方式取合谷、风池、太阳等穴位，止痛去风寒，再让病人喝下热水，把体内的寒气用流汗的方式逼出来。温二小姐果然厉害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病人就已经康复了70%，剩下的只需要好好再疗养半个月，就可以全部康复。谢谢医生。刚刚算你蒙对了，但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赢得过我。我劝你呢，还是趁早
滚出温家！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血怎么变成黑色的了？刚刚我给病人检查身体的时候，查出了患者患有乳腺癌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。最棘手的问题是，这位病人体内存有毒素。什么？这血怎么还会有毒啊？难怪谁下的毒？就是这也太坏了吧！但好在毒素还没有扩散，我及时用银针把毒素给逼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用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把毒素排出来？你没听他说吗？他说了，毒素还没扩散呢。那就是在比试之前中的毒。是谁这么狠心，竟然对病人下手？该不会是温家人不想让温大小姐赢，故意找人安排的吧？不会吧？那也太恶毒了吧！这以后谁还敢来温家看病啊？大家不要慌张，这只是温堂堂的一面之词，我们听裁判怎么说。病人确实患有乳腺癌，不过已经被温大小姐给治好了。但根据刚才的脉象，并没有发现毒素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温医生已经把毒逼出来了，那你还检查个鬼啊？那你说怎么查？应该检查排出来血迹里有没有毒。来人，去血迹去查。老公，没必要吧？我看就是糖糖她怕输给宁宁，所以才撒了谎。我撒谎，那就等检查结果出来，看看是谁在撒谎喽。糖糖啊，你虽然输给了宁宁，但是你也不吃亏，你也没有必要嘴硬，是不是？我看是温糖糖知道自己要输了，想把温家拖下水，诬陷温家。这种儿媳妇儿，我们江家可不要。正好，今天这婚我还不定呢。混蛋！家主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公布结果吧。血迹里面确实含有毒素。查出毒素又能怎样？我看这毒是他下的。病人跟我无冤无仇，那我下毒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你怕输给我们宁宁？杨阿姨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怕输给温楚宁，所以故意给我的病人下毒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难度，让自己输掉比赛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都看我做什么？杨阿姨，你这话不觉得很搞笑吗？如果用你的推理反过来推的话，那就是有人给我的病人下毒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难度，想让我输掉比试。你胡说什么？所以你是怀疑我妈下的毒？我妈全程在这里就没有出去过。我看你就是没本事赢过我，所以自己下的毒，扰乱大家的判断。你妈是没有离开过，那我就有离开过吗？你是没有离开过，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找别人。我看这事儿跟温家夫人肯定脱不了关系。我看也是，看他那表情就知道。对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，就是太多心虚了，我看就是他，就是他干的。说呀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们胡说什么呢？这件事不是我妈做的，你们都被温糖糖给骗了。在比试之前，有人喂你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有一个和他们穿一样衣服的男人，说是给我吃一个可以缓解疼痛的药。去，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是这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你身体还需要好好休养，先下去吧。来，慢点啊。说，谁让你放的毒？不说是吧？不说马上报警，把你给抓起来！家主，我也是被逼的呀，是夫人她指使我这么做的呀。怎么回事呀？老公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也是为了孩子们，为了温家好啊。我怕宁宁伤心，我也怕糖糖管理不好医馆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你也是为了温家好，但是不要有下次了啊！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家主。所以这就结束了？你都没有问过我的当事人，这个事情就这么了结了？
你杨阿姨也是为了温家医馆好。要是医馆到了你手里，砸了招牌，你是想让所有人指着你的脊梁骨骂吗？所以，温家医馆继承人是温楚宁。为什么？明明赢得比赛的是温大小姐，怎么继承人又成温二小姐了？这比不比有什么用啊？一个农民工为什么向你解释这些？你以为你的医术比我厉害，就能拿到继承人的身份吗？我才是爸最疼爱的女儿，继承人的身份只会是我的。爸，你确定就这么偏袒他们母女是吗？什么偏袒？我这是为了温家的医馆着想。你没有人脉，也不会管理，医馆落到你手里有什么好处落？好，这是你说的。请今天各位在场来宾给我作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温糖糖跟他温家恩断义绝，从此再无瓜葛。你这个逆女，竟然敢跟我断亲！温家家主，今天这亲不断也得断。好，断得好，温大小姐，我支持你。好，那我就再次宣布，温糖糖被逐出家门，从此不再入我温家门。以后她的所作所为与我温家再无关系。温伯父，既然现在温糖糖已经不是温家的人了，那我们江家和温家的联姻是不是应该换人了？老公，不如让宁宁和江家联姻吧。宁宁，你怎么看？我当然是愿意的。好一个郎有情妾有意。还好我跟温家断亲了，不然我嫁给江少以后，那岂不是拆散了一对苦命鸳鸯？温糖糖，这个事情是我们江家与温家的私事，你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外人，管这么宽？你笑什么？我笑某些人啊，破天的富贵飞了都不知道。不过如此，你们也不配。宁宁，今天这个订婚宴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，要不要把这些无关人给赶出去？来人，把温糖糖和他这个农民工朋友给我赶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季氏集团继承人季彦舟向温糖糖小姐求婚。糖糖，嫁给我。这季氏集团的继承人竟然向被逐出家门的温大小姐求婚，什么情况啊？温医生，你快答应我哥吧。我知道你是来替我解围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还是不能答应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温家大小姐竟然拒绝了季氏集团继承人的求婚，她可是江城首富啊！对啊，温糖糖什么时候认识季家继承人的？哼，你说你是季家继承人，你就是啊。那我还说我是天王老子呢。我之前在宴会上见过他，季家的少爷好像就长这样。但是季家的少爷不是在追寻他的白月光吗？怎么向温家大小姐求婚？难道温家大小姐就是他的白月光？温糖糖居然是季彦舟的白月光，可能温糖糖一个连大学都没有念完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认识季家的大少爷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你勾引了季彦舟，爬上了他的床。啊！你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！被我说中了吧？大家快来看呀！这个女人为了上位，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，筋被拆穿了，还恼羞成怒呢。温糖糖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在外破坏我温家家风，当着我的面造谣我的人，活腻歪了。对，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就是他们生气，怎么处理他们？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谢谢。你都已经认识了季家大少爷，这会儿又在这装什么清高？指不定思想有多骚呢！贱人，我是温家的二小姐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哦，
原来你就是温家的二小姐，我还以为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女人呢。你这么能耐，来打我呀！天天骂别人，自己又是什么货色？大家快看呀！这个女人在自己姐姐订婚前一晚和未来姐夫搞在一起了。没想到啊，她居然干这种事！那又怎么样？反正现在要跟江池订婚的人是我。对，反正我现在又没有和温堂堂订婚，我现在心里只有宁宁。那你俩的脸比城墙还厚。堂堂，你说想让我怎么处理他们？温堂堂竟然能攀上季家，还让季延州这么死心塌地的护着他。要是能够用这丫头打上季家就好了。嘿嘿嘿嘿，季大少，你能看上温堂堂这丫头是他的福气。您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们温家和季家随时可以结亲啊！温家家主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呀！刚刚咱们不是才断了亲吗？你是要谁嫁过去？温楚宁吗？哦，不对，温楚宁和江池是两情相悦，他肯定不同意。那这温家好像也没有别的女儿了吧？难不成是温家家主要自己嫁过去？哎呀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一家人怎么说断就断得了呢？所以，你真的是想让我嫁过去？我就说，你们这一家人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我告诉你，今天顾家也得给我嫁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逼我嫁人的。来人，把温堂堂给我绑了！这不是昨天在诊所那群人吗？这是锦堂集团的孙副院长，他怎么来了？这是温江两家，谁请得动他呀？孙副院长，孙副院长，我以为今天您不来呢。李主任，我不来，那我们的院长就要被人欺负死。这传出去，我们医院的脸往哪儿搁呀？啊，对，跟孙副院长说话的农民工，竟然真的是李主任。那院长又是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李主任说，今天是你的订婚的日子，所以我备了贺礼来给你道喜的。那你们呢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？是啊，本来呀，我们来添庄的，没想到有的人这么不开眼，竟然敢欺负到我们温医生头上。哼！这位不是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周院长，他竟然认识温堂堂。周院长旁边的不是世界矿产大佬童明月童董事长吗？还有那个环球地产的董事长杨卫国。温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竟然让这么多大佬对她毕恭毕敬的？温堂堂，你不过就是温家的一个废物女儿，怎么会认识这么多大人物啊？你竟然敢对温医生这么无礼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吗？我们都不敢跟温医生这么说话。你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？他不是温堂堂，还能是谁啊？你们都听好了，他就是锦堂医院的院长，并且是传说中神医樊晨客，而且他就是无数权贵倾家荡产也要攀附的存在。哎呦我去，我们院长真牛叉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我们温家最没有学医天赋的人呢。温家家主，是我没有医学天赋，还是你的好夫人从小对我进行打压？你可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老公，为什么你明明有这么高的成就，不帮帮温家医馆呢？你说到这个，倒是提醒我了。那我就不得不说，温家家主，你的管理能力是真烂啊！我这么多朋友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都在暗中帮你。这温家医馆在你手里，还是这么半死不活。你的意思是，温家医馆
有今天成就靠的是你。没错，要不然你以为你一个小小的医馆能够顺利的开到现在？这不可能！我们温家医馆怎么可能是靠我这个废物女儿？糖糖，以前是爸爸不对，爸爸也没想到我有这么优秀的女儿。要是知道，早就让你担任继承人了。糖糖，你妈要是泉下有知，肯定会为我们有这么优秀的女儿高兴的，对不对呀？别提我妈，你不配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这温家医馆，我明明可以直接拿来，那我还大费周章的跟你们争什么继承人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温家家主，我劝你这电话还是接一下。什么？温家医馆的资金链全断了！是你做的？可能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听说我跟温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所以他们现在就不想填温家这个窟窿了。现在我倒要看看这温家医馆在你手里还能撑多久。爸爸不是人，糖糖，求求你救救爸爸好不好？你也不想看见爸爸破产，对不对？都怪杨玉芳这个贱人，都是受了他的蛊惑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给我闭嘴吧你！温家家主，我当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破产啊！毕竟这是我妈用生命打拼出来的家业。现在我给你两条路，第一个是退位，让我掌管温家的医馆，你的吃穿用度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。第二条路，那自然是这温家的医馆继续在你手里苟延残喘的活着。我倒要看看这温家的医馆在你手里还能活多久。温家家主，你自己选吧。还有没有第三条路？这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可以给你第三条路，那就是让别人来收购我们温家的医馆，到时候可能你的日子就不会过得那么舒服了。你自己选吧。我选第一条。爸，不能签啊！请开吧你！我就知道啊，我未来儿媳妇儿是个有本事的人。糖糖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回头啊，挑一个黄道吉日，伯母啊，把你跟阿池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。江伯母，恐怕你是忘了吧？今天这订婚宴好像是你儿子和温楚宁的吧？都怪这个温楚宁，我跟你讲，他道行深着呢。我跟阿池被他给迷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现在想通了，这千好万好啊，都不如我糖糖这个儿媳妇儿好。对，糖糖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是他，都是温楚宁那个贱人勾引的我。江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温糖糖，你怎么不跟你那个妈一样去死？为什么要跑过来祸害我们？管好你的嘴，别再让我听到第二遍。以前我能容忍你们在我面前放肆，那是因为看在温家的面子上。现在，温家在我面前没有半点面子。温楚宁是吗？我现在正式通知，你被锦腾医院辞退了。糖糖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之间没有可能了。当我知道你不是真心对待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有可能。看在我们曾经在一起的份上，我送你一句话：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好好跟他在一起；不爱的时候，就别伤害他。那个是我研制出来的最新丹药，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。你们就分了吧。谢谢温医生，只要是温医生手里的东西，那价值就没有低过100亿。不用谢，既然我的订婚取消了，那咱们走。是，温医生。阿池哥哥，温糖糖那个贱人已经走了，趁着宾客们都还在，我们赶紧订婚吧。滚开！
脏了我的衣服。江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不过就是你温家抛弃的棋子，还有什么脸给我提订婚？怪不得温堂堂看不上你，也就是我眼盲心瞎的，竟然看上你这种人渣！什么意思？还好意思说我？温医生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刚拿回来我妈苦心经营的医馆，我打算把它发扬光大。温医生，以后有什么需求，尽管开口，我等愿为温医生效劳。对，我们愿意为温医生效劳。温大小姐效劳。谢谢你们。进。温董，温康国药集团已经成功上市，目前累计已经和国内上千家中大型企业达成合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温董上任这短短1年时间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让一个小小的温家医馆变成如今的温康国药集团。现在公司的净收入超过原来的4倍，各部门的效率也都翻倍了。我们现在也成了同行们眼中的标杆了。放心吧，我们的公司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好。对了，把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喂，女儿呀，这都月初了，是不是该给爸打生活费了呀？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让李秘书给你打过去。那个女儿啊，宁宁她自从去年在你妈坟前磕了1万个响头后，引发重度脑震荡，最近又复发了。还有你杨阿姨也检查出癌症晚期，你能不能出手救救他们？爸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让他们好自为之吧。都1年了，这季总每天都捧着鲜花，风雨无阻的来等温董下班，毅力真是强的可怕。可不是嘛，虽然温董每次都拒绝他，但还是天天来。不管温董加班到多晚，他都在。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个追求者就好了。温董好。温董好。你好。